他打日本人老狠了，最快只用6秒一拳打碎日本选手5颗牙齿。赛后日本记者都是绕着他走，根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中国狠人叫阎锡波，来自河南农村，在步入职业拳坛之前以农耕生存，偶尔一次机会让他接触到了自由搏击，于是便开始加强训练，请教邱建良和铁英华。虽然年龄偏大，出道稍晚，但阎锡波肯吃苦。没上擂台之前和埃可钦看上去没有任何杀伤力，上了擂台之后，阎锡波根本不会让日本选手活，能光速秒杀，坚决不会让那些挨千刀的小日子活着走下擂台。虽然中日之间曾有过不愉快，那都是往事了。生在和平年代，我们应当牢记历史，无忘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在擂台上，你不仅代表自己，代表春节，更是代表中国。接下来，小编整理了2场阎锡波最炸裂的比赛。第一位受害者叫天草四郎，他的鼻孔格外的大，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托生的，脑袋也怪怪的，不像是个人类，更像是一个小怪兽。管他是什么东西做的，对于阎锡波来说，只要小日子赶来滑梯馆，不管是谁，通通照打不误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阎锡波的精彩表现。看来天草四郎也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比赛一开始就果断开启了狂暴模式。面对小日子所实施的死亡压制，阎锡波一点都不慌，继续与天草四郎保持正面对抗。真以为拿到了上方压制位就开始击败阎锡波吗？那小日子也太天真了。双方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在缠斗的这个环节，比赛刚开始，双方身上都还没有出汗，所以说对双方的这个缠斗呢，也是非常大的考验。我现在感觉到阎锡波呢，他不同于其他的中国MMA的选手啊，但力量特别的足，所以说呢，他本能的反应做的拳非常的多。给天草四郎机会他也不中用，经过长时间的反抗与挣扎，最终阎锡波寻找到了天草四郎的压制漏洞，光速1秒钟，阎锡波成功挣脱天草四郎的束缚，并对天草四郎实施了一次反压制。上1秒小日子还占据着大比分优势，手握比赛节奏，结果下1秒就被阎锡波抢走了。阎锡波再次后手拳，阎锡波非常的壮啊，发力也是非常的有劲哦，摔倒，阎锡波把天草四郎摔倒，而且挤在了龙边。阎锡波打小日子真的老狠了，面对进行规避式防守的天草四郎，他根本不慌，继续拿着拳头往天草四郎的脑袋上打。尽管日本小怪兽的反抗很强，但也很难挣脱阎锡波的压制。这一次天草四郎挣脱不出束缚的话，恐怕天草四郎会被阎锡波的重拳打成肉饼饼。十字固利用笼子，他是利用笼子在进行十字固的这个部署，但是抓的有些低，还是出来了。阎锡波还是占据上位，把天草四郎挤在了笼边。天草四郎现在是靠着笼子，然后企图是想站脚，阎锡波继续的站立着砸拳，就是砸拳，砸拳。天草四郎还是阎锡波无论是处于优势位置还是劣势位置，每一次都能做到逆风翻盘绝地反击。此时的小日子很狼狈，面对阎锡波的疯狂砸拳，他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只能默不作声硬抗重击。阎锡波在重庆，阎锡波在昆仑决，重庆的龙斗事业在江南体育馆再次验证了自己夜坛重生。不得不说，阎锡波打小日子真的太狠，根本不给小日子一点喘气的机会。只要被阎锡波逮到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，那么等待小日子的将会是枪林弹雨般的重拳砸击。这场比赛太精彩了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01秒 KO。接下来有请第2位受害者出场。蓝色短裤的是中国勇士阎锡波，黄色短裤是日本老牌拳王上山知晓。简单介绍一下上山知晓，这家伙曾被杨建平狠狠暴揍，连1分钟都没撑过去就被杨建平勒断了脖子。这一次卷土重来是要击败阎锡波，挽回丢失的尊严。既然杨建平能狠狠暴揍上山知晓，那么打日本人比杨建平还狠的阎锡波，必然会让上山知晓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一和护脚踝呢，实际上现在在一些MMA 比赛当中有一个潜规则，如果你受伤啊，你就尽量不要来打比赛，因为原则上你有了一定的伤情。真要是眼神可以杀人，那么上山知晓早就地掩埋成为了一具尸体。在阎锡波眼中，只要是小日子都是一个样子，都长着一副十分欠揍的模样。越想越气的阎锡波果断发起猛烈进攻，奈何上山知晓早有防备。最终双方来到了龙边决力赛。布的一个锁的话，这样很难逃脱，因为它摩擦力会更大。尤其是这个东欧系、桑博系的选手，特别喜欢对对方这个腿部、膝部以下做控制。推着脸，使劲推着脸。龙边这个日本选手是抱了一个单腿，然后把阎锡波顶在龙边，但是阎锡波呢就连续这个打击，这击很重，就我们这边能听到砰砰的作响啊。是
上山之小年龄大了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擂台上，除了防守就是规避式防守，完全不给阎锡波任何实施主动进攻的机会。如此一来，上山之小就拖延了比赛节奏。不是阎锡波不揍他，而是小日子太过厌烦，死死抱住阎锡波的大腿不撒手，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粘在阎锡波身上。他在这个位置以后啊，只要这个位置以后才能有可能发力，刚刚的位置是很难发力的。利用自己的力量，慢慢站起来之后，再将对手压下去。你看刚刚这时候对方这个重心啊会被阎锡波的这个身体重力给压住。但是还是很有力的一个选手啊。尽管上山之小再怎么进行防守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用功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上山之小所做的动作唯一的效果就是拖延时间，并影响不了阎锡波的整体发挥。挨到的揍一点都不会少。对，抱的位置比较向上啊。对。好的，绕出来了又。这个位置现在只抱了一条小腿啊，有很好的位置进行攻击。这阎锡波的打击还是很有力度啊。阎锡波不管男女老少，只要对手是挨千刀的小日子，他都不会轻易放过。面对眼前这个非常粘人的上山之小，其实阎锡波内心已经有了作战计划，只不过时机还未到，暂时只能先用重拳来逐渐攻破上山之小的防线，再寻找机会对上山之小实施毁灭性进攻。裸脚，手已经进去了。对，现在你看他腿部的那个位置，他双腿勾住对手。上山之小这家伙投降是真的快，还没等阎锡波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就弃赛投降了。阎锡波打日本人狠不狠？屏幕前的您非常清楚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阎锡波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很有可能靠笼子做一些技术，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做动作的时候，阎锡波已经把这个裸脚动作给做实了。而且他刚才那个裸脚他的右腿不但锁住了对手的大腿内侧，还把对手的另外一只手臂也锁了进去。是的，那这样对方的这个防守其实已经被破坏掉了，只有单边防守了。对，所以就直接把